这里是刷刷，陪你一起走进人格世界。你知道吗？有一次一起吃饭点菜，他突然和我说：“哎，你之前告诉我，你这个月5号之前都不打算吃任何高蛋白。”哎，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，他竟然记得这么清楚，我是有点不开心的，觉得我就是现在又想吃呗，你干嘛还提醒我？所以我就比较委婉的说：“哎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？”没想到他可坚定了，觉得自己肯定没记错，非要拉着我过一遍当时我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我真是自作孽啊。那后来我发现，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想监督我提醒我，就这件事情提到了他记得，单纯的想要分享出来而已。我之前和他一起去吃饭，他和我说这个餐厅估计开不下去了啊，就特别胸有成竹的那种感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餐厅是他开的。然后过了好久，我们又去附近约饭，然后那餐厅还开着，我就调侃他嘛：“你不是说人家要关门了吗？”啊，谁知道他竟然很不服气，特别较真啊，特地去找这个经理问。那后来我知道了啊，餐厅确实换了老板，还有运营模式。一方面我觉得挺神奇的，他在这个餐厅根本就没有什么征兆，至少在我看来没有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运营不下去了。那另一方面我也挺纳闷的，这事儿他竟然这么有信心啊，就直接跑过去问人家是不是换老板了。就像厨师对烧饭有自信，渔夫对钓鱼有自信，不断对照过去的 SI， 也会对自己所记得清楚的过去有自信，而不断模拟未来的 NI， 也会对自己所预测的未来很自信。这种自信在不理解他们的人眼里，有时候会展现出一种很轴的感觉。可能旁人看来，之前说的话你有可能记错了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但 SI 人不干，这是我很熟悉的领域，我真的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我自己记得这个东西，当时就是这样子的。这对 NI 人的预测同理，如果延伸一下的话，每个人格类型最主导的心理过程，都是他们最自信、最觉得理所当然的。比如 FE 人觉得，哎，我当然知道怎么让别人接纳我；SE 人觉得，我当然知道在环境中怎么找到有趣的事情去做，不管环境如何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，有点太有耐心了。就是我们一起工作会讨论分工，他就很喜欢去拿之前做的事情来对照，就不管之前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好像总是想从中得到点什么，来给这个任务一点帮助，一点方向。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，就是在一些小事和细节上啊，他也会因为这个犹犹豫豫的，让我看的真的好着急。极端的时候啊，我会感觉有一种，老板教你二二得四，二三得六，但你就是不敢去做二四得八的感觉，因为老板没明确说过啊，他也不是真的看不到这个规律，但是他总是透露出来一种很担忧、很不放心的样子。我感觉他看问题特别远，有点太远了。我们一起工作，有时候他真的很慢，经常要反复考虑好久，去做各种的假设。你知道吗？比如策划一个活动，他可能会说什么啊？如果某个嘉宾没有出席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但这种事情总有意外的呀，他就好像要把所有的意外都考虑一遍才罢休。一个特别简单的任务，因此在他那里可以变得特别的复杂。而且有些活动明明我们重复很多次了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他也不会因此满意，总觉得好像有新的更好的方法。我很欣赏他这种心态，但适当的放松也是必要的呀，朋友。更何况我们在做的事情明明没有出任何差错嘛。这里就涉及到 SI 和 NI 带来的硬币的另一面了。这其实都不需要人格类型的知识，而是管理学中很流行的那句名言啊，一切事物的优点就是他们最大的弱点。特别求稳的 SI 经常不敢去探索可能性，或者这种可能性 NE 的探索让他们觉得焦虑，觉得我把握不住。这有可能是符合老板的要求，但是这也有可能不符合。那我还是选择一定符合的，而不要多做一步。而特别追求理想未来的 NI，经常不愿意去只看当下的需求，当下可以怎么做。这种对当下 SE 的探索，是让他们觉得肤浅和不够价值的。
如果你都能预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你怎么能只看眼前，而对未来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呢？所以 NI 经常会提出那种 What if then？ 如果什么发生了，我要做什么？知道穷尽了他们能模拟的未来，但现实情况是，未来穷尽不了，所以他们总是保持在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中。不知道上面这种解读模式，各位看官可还喜欢？在评论区来投票一下，下期这个系列想看哪组心理过程吧。但是哦，我要提醒大家，这种生活解读的例子，大部分都是这个心理过程几乎不怎么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，最自然会外显出来的样子。但是外界的压力无处不在，心理过程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倾向，甚至都不是他总是在做的事情。当然，如果一个人总是违背自己的倾向，那痛苦是必然的，甚至产生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也是可以预期的。所以找到自己的倾向，再找到将它结合在生活中的方式，是我觉得了解人格类型最有意义的地方之一。这里是莎莎，关注我一起探索人格知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